我现在在老挝最神秘的地方，老挝人也信这个东西哈。这个地方有一些钱啊，还有一些香烟啊，然后明显就是一种类似于供奉的性质啊。老挝的这片神奇的石冈镇，与英国的巨石阵、智利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等神秘奇观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石器之谜。这个地方其实初看上去也挺平平无奇的，不过就是一些石头状的东西啊，分布在这一片还比较平的这个草地上面。就只是说这个石头状的东西的外形看上去非常的不规则、不统一，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毫无规则、错落的分布在这片土地上，而且不同的角度，它到底有多么的神奇，有多么的特别呢？首先，这些石冈它们的大小不一，最大的能有几吨重啊！像我身后的这个就非常的大，而且它还有一部分是嵌在现在这个地表之下的，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它的一个完整的形状。而且这些石头，是花岗岩，跟这片土地上以及附近的这片区域上的石头的种类品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石头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据考证，这些石冈的雕凿年代距今已有2500年到3500年。古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雕凿了如此巨大的整块石料？即使今时今日的老挝，交通依旧非常不便，道路状况差。古时候的老挝人使用怎样的交通工具，将这些沉重的庞然大物运输到这里呢？这些至今不得而知。古人在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没有汽车的情况下，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些这么大、这么重的石头啊，不远万里、不千里迢迢的运到这个地方来，到底又是为什么呢？数量多、造型大、毫无规则的石冈，在3000多年前，古人到底是作何用途的，至今也没有定论。走进石冈镇，我能否靠观察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得到一些启发呢？这个缸子就特别的大，里面的空间也是非常的深啊。如果说要放东西进去，能放真的还是不少啊。这个缸子我觉得特别奇怪的一点就是，它们每一个缸子它都并不是直接垂直于地面的，它都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每个缸子的倾斜角度、倾斜的方向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缸子呢，就是除了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看这个地方啊，看上去像是在它做好之初啊，应该是有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的那种感觉。当然，现在这个盖子早已经消失的不见踪迹了啊。然后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啊，黑黢黢的，它这个里面最下面像是有人在里面烧过什么东西似的，越往下越黑。然后这个上面呢，因为这个是一个花岗石的材质啊，比较的坚硬，能够从它的内壁上能够看得到它当初一个开凿的一个痕迹，打磨的痕迹。就说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钢状的一个石头，这是人为的打磨出来、开凿出来的这么样一个罐子。它这个石缸每一个的大小方向的不同啊，大多数都是这个里外都是呈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但这一个呢比较小啊，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就是已经残缺了的。我们再看后面。这个看上去比较高，但是它其实它的内径其实并不大，容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啊。就是这些石缸的作用到底2000多年前的人们，他们拿这个石缸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对于老挝本地来说，它没有什么文字资料去进行记载，无法去考古啊，所以只能靠后人的学者研究或者是大胆猜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大胆的想法啊？国际上啊，对这个石缸平原的用法用途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个石缸是拿来做墓葬使用的。咱们国内有各种少数民族有各种葬俗，有那种葬在悬崖崖壁上的，有那个树葬，有水葬等等。像他们这种就属于叫石缸葬。石缸有不同大小的，有不同形状的。我就在想，是不是区分不同的人的身份、年龄、性别，然后葬在不同的规格、尺寸的这个石缸的里面。这个也不得而知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想法啊？因为这个东西至今都是一个叫未解之谜嘛，没有定论的，大家都可以来发挥自己的一个想法。石缸镇中有许多破碎残缺的石缸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在旷野中默默矗立了3000多年，在几十年前却面临着被炮弹摧毁的危机。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坑了吗？这个坑非常的大啊！如果说不加以说明的话，是不是有人会认为这个坑里头会不会是也埋过像这种身后的这种大石缸，甚至比我刚刚看到那些更要巨大的多的那个石缸被人偷走了或者被人拔走了呢？其实这个地方啊，这个旁边写了一块牌子啊，这些坑啊，就是在2战中由美国投射的炮弹在地上爆炸轰炸出来的这些坑。这一片上面远远不止这一个啊，就像我身后前面啊，这些方向都能看到有好多个这个大坑，可见这个数量有多么的密集啊！就仅仅是这一片土地上就有这么多的大坑。我身后的这个坑啊，特别的深，这个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这个坑现在目前看上去还有这么大，像一个小池塘的样子，应该至少有3-4米深啊。这一片地方好在当时是一直都是没有人居住的一个空地山坡。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山村的话，当初的轰炸可以想象能造成多大的一个伤亡。后面我将去到老挝和越南边境上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头的周边至今残留了非常多的炮弹。就在离后面这个石冈镇不远的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呢，我刚刚看到旁边的介绍，就说在以前2战的时候，美军在这边大肆投放炸弹，附近的村民们曾经也跑到这个山洞里头来寻求庇护，就相当于是一个防空洞的一个作用啊。我们进来看一下，看这个里面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山洞的门口很奇怪啊，堆着很多像这种石头垒的小塔，有点像这个西藏的那个玛丽堆啊，用来祈福的这种，相当于是有一定的宗教性意味的东西。我想应该也是他们当地的本地人来玩的时候来堆的。如果是游客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好奇当地的这种文化，这种神秘文化，也并不会去深入他们的文化去做这种类似性质的东西啊。这个洞顶上有2个小孔，看上去非常的高啊，光线是从那个顶上透下来的。然后这个地方其实面积也并不大，这个地方有一堆老挝人也信这个东西哈。这个地方有一些钱啊，老挝的纸币，还有一些香烟啊，然后明显就是一种类似于供奉的性质啊。所以说，我不知道这种性质的东西在老挝代表着什么，但是我想有一点应该是相通的，就是用来供奉啊、祈求啊，或者是类似于祭祀之类的一种用途。所以说外面的那个石冈镇，很多专家认为是那个火化了之后的尸骨啊、尸体、骨灰之类的东西啊，放在那个罐子里头的。然后这个山洞呢，很多专家认为是当初用来就是火化焚烧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非常像是一个用来烧东西的地方，底下比较的大，上面的口比较小啊，顶上有2个洞，正好用来做排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老挝人他们不太认同这个说法，说这个地方是以前用来烧窑的。但具体这个山洞存在了那么久，这2种用途会不会都是存在过，但并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呢？对不对？而且我觉得看到这地方有很多老挝人做这种供奉性质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他们本身的文化里头，这个东西的用途已经不言而喻了。天色渐晚，石冈镇在漫天雾霾中显得更加沧桑，穿梭千年，神秘不改。老挝最神秘的地方与老挝最危险的地方相伴相生。我将继续前往老挝与越南边境，寻找依旧被2战中美军留下的炮弹包围住的村庄。